你看，43年的好朋友，大家好，我叫 Park， 我来自柬埔寨，我来中国有3年了，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特别喜欢交朋友，通过聚会，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她很漂亮，我很喜欢她，但是在我们交往的2年里，我们经常会吵架，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我也不知道。我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他，但我现在很困扰。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来解决我们2个人的问题。到底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带来了爱情的困惑，还是这段情本身有问题？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帕克25岁，来自柬埔寨，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玉24岁，来自广东，是一名实习空乘。来，有请2位，欢迎2位哈。交往2年了是吧？是的。在哪儿认识的呀？我们在学校认识的，我们是同一个学校。你学的什么专业？是航空制造的。看到这女孩是一见钟情呢，还是细水长流的，慢慢的爱上的呢？我一看她就喜欢她。小玉看到这个柬埔寨的男孩，第一眼还有印象吗？就觉得他挺特别的，而且比较帅气可爱吧，中文也说挺好的，然后也挺聊得来，所以就答应做他女朋友了。啊，他追你追了多久？你答应的？1天。那你们这就算一见钟情是吧？啊，小片里说文化习惯或者文化差异导致你们现在有冲突，对吗？他总是说我们的文化什么差异很多。首先是从那个生活习惯上面就很不一样。啊哈。他就是比较喜欢用手抓着吃饭，在家的话别人也看不见我也算了，但是在外面饭店跟朋友一起聚会也直接就这样抓着吃，我觉得就挺丢脸的。各个地方都不要像中国一样用筷子吃饭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习惯呢。啊，会用筷子吗，小伙子？我会用了，现在会用。啊，我觉得这是小节，没什么尊重人家的习惯吧，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不讲卫生。我才觉得你不讲卫生，每次他进屋子的时候，总是把鞋穿进来。拖鞋在家里穿，他不让，就直接把鞋给扔出去了，不让我穿。我觉得都是小问题，这都不是大事儿。有大事儿吗？就是在他交友方面吧，他比较开放，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一见着就拥抱，男生还好，女生抱得可紧了。拥抱亲亲是贴脸，就是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我要不是人家跟我打招呼，我推开人家，你觉得好看吗？下次你也亲亲蹭蹭，没意见吧？我没意见，各个朋友跟他也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的文化里好像不太接受这个，是吧？啊。后来我到海南去实习了，然后我走了之后，他就好像解放了一样，天天去酒吧玩到3、4点。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他都不听的，然后发信息他也不回。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你干嘛不听电话呀？不接电话就心里有鬼了。我最不喜欢那些朋友聚会，一直都拿着手机看自己手机，不理别人。一般人跟朋友在一起，就很专心地跟他在一起，在乎别人的感受，要不是一直都拿手机。那你在乎别人的感受，你在乎我感受了吗？有一次我心情不好，我给你打电话，打10几个电话都不接。那我哪里知道哪天你心情不好？如果我提前知道，就待家乖乖的等你电话好了。就是我不在他身边那段日子，我的朋友经常看到他跟一个女生在校园里面走。跟女性朋友一起走不可以吗？为什么他还看见你跟那个女生从房间里面出来？孤男寡女的。我给你解释几遍了，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想去我们柬埔寨的那种特色饭，我会做饭，我给他做饭了，吃完了就走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想太多了。你总是这样吃素。有一天，我的女性朋友她跟我合照，然后发到朋友圈去了，然后她看到了，很生气，都不跟我说话。那种合照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那种合照，肩靠着肩，脸贴着脸。这种是普通朋友该拍的照片吗？合照就是这样，难道你合照你跟离别人10米这么远，那你叫合照吗？她还有一个闺蜜特别亲密，经常在一起。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她那个闺蜜就在旁边一直在说话，我就问了一句她是谁啊？
他直接就给我发火，说我问太多。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好朋友，他是好人，他也在旁边劝你不要这样跟你女朋友说话。他是好人，那我是坏人行了吧？你总是说你跟他的思想很一致，他不喜欢他的男朋友黏他，你也不喜欢我黏你。你那么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好了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没有什么语言表达能力，我不好，我不是中国人啊。我只是希望你能不能跟他一样，不要那么黏人，这样自己很累的。你们俩现在这个谈恋爱谈到哪一步了？就是现在交往2年了，然后他的家里人也知道我，但是我的家里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你没跟家人说吗？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太多了，而且感情啊还有事业方面都没有稳定，我不敢告诉我家里人。哦，男生对这个介意吗？有点不开心。你看，我都把你介绍给亲戚、家人、朋友都认识了，通过视频，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他们很喜欢你啊。但是你一直都不让我认识你什么家人、朋友都不认识，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啊！我觉得你不够爱我，你不认真，你对我们的未来没有任何打算。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根本就没有到这个份上。你知道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问题了。他在柬埔寨还有一个女朋友。这是我的前女友，我们已经。你确定那个时候已经分手了吗？他为什么天天给你打电话？你们一聊就是半小时、1小时的。虽然我听不懂你们的语言，但是从你的神情啊、语气什么的，我能感觉到肯定你们还没有断的。后来不是在你面前给他打电话了吗？说我在这里有女朋友了，我们不要继续这样了，你不要打扰我。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就是发生了呀，你当时就是脚踏2条船，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不对的。当初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还跟他继续？其实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可能会比较多这种文化冲突。他也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中国嘛，然后他们也没有干什么就是出格的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原谅。我就说以后就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我就原谅他了。你们在一起2年哈，这2年快乐吗？还是说因为你开始实习了，聚少离多，所以变成了这样？应该是从我就是去实习之后就开始发生这种各种矛盾吧。实习完了之后，我还去深圳工作了。那一次，他突然跟我提分手。那时候他走已经有4、5个月了，我在学校总是一起去找他，他走了之后从来没有回来过。我觉得你就这样去飞了，天天都不在家。在外面的世界认识那么多人，我觉得我们以后的对。好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和小玉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在柬埔寨有一个女朋友。小玉刚才说的没错，这用我们中国话说叫脚踩2只船。当然你有你的解释，但你不要疏忽了，她是一个女人。他虽然听不懂柬埔寨话，但他有第6感觉，我倒相信他的第6感觉。小玉，你刚才讲你在外地实习，他带朋友回家，这个呢，作为女性呢是忍受不了的，全世界的女人也都一样。我知道，但是别人的口中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我自己知道，那个人也知道，我们是清白的。你有了女朋友，还和其他的女孩子这么交往，你认为是私生活？但我想告诉你，全世界的女人都不认同这样的私生活。但刚才你说的吃饭啊这一些，我倒认为是一些习俗。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文化差异也是可以磨合的。生活习惯也是可以适应的，但关键的问题是，2个人之间是不是坦诚，是不是2个人心心相印，真的相爱，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如果说帕克你真的真心的爱小玉，你就要约束一点自己，这一点叔叔还是提醒你。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老师，谢谢波红兄，来李老师。异国恋哈，确实是需要跨越的东西很多。面对这么一份你们异国的恋情，小玉她从一开始对你们感情的百般的留恋，到慢慢的她会有了自己的想法。你看她现在，其实她成熟了，
他想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实际、很靠谱的。你们之间就确实存在很多这么现实的问题，但是你刚才你的反复的陈述中，我又感觉你很真诚。如果你们真正想走下去的话，我觉得你们都需要考虑问题，考虑的再全面一点。其实貌似是一个异国恋，但我觉得异国的文化在这里并没有影响到你们感情。其实你们原先的还是那个校园恋情，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一旦分开了，你去实习了，异地恋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男孩的缺点一点一点都露出来了，给你极大的不安全感。男孩现在跟那个女性朋友关系还很紧密吗？现在没那么紧密，因为他不让。对。因为他介意，所以你要改，改得很舒服吗？舒服。你这话让我很不舒服，因为你不说实话。你天性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你身边不可能没有异性朋友。而这个女孩，现在她要考虑的是什么？是婚姻了，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校园的恋情了。她在这会儿会非常突然的发现，你并不是她想要的那个。就刚才赵川老师问，如果你们分手，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是父母不同意，但父母不同意的只不过是他的借口而已。同样的借口你也采用了很多，你说有一些抱抱亲亲的，这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导致的我的这些行为，是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你的心里还没有被这个女孩完全的占据。如果说你的心里只有这个女孩的话，你不可能采取那么多她不认可的亲密跟朋友之间的亲密的举动，也不可能发生邀请一个女性朋友到自己家里来给她单独的做饭，那叫约会。所以说你种种的这些迹象让这个女孩没有安全感了，而且这个女孩又面临着新的一份天地，跟你是异地，同时自己还有自己的工作，你能做什么才能让这个女孩有安全感呢？你不用说我心里只有你，我爱你，我不离开你，这些都很苍白无力，拿出行动远比说要来的实在。除开客观存在的文化冲突之外，爱情是没有国界的，爱情有很多的特点都是类似的。比如说真正的爱情当中一定有两种本能，第一种本能是爱，比如互相关切，彼此关心和彼此惦念，这都有。但如果光有一种爱的本能，还不能确切这是不是爱情，还只是占有，那我们就要说到第二种本能。第二种本能是嫉妒不平衡。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对对方要有信任，当然你也有嫉妒，但我们要以信任来给对方自由，而战胜自己内心的嫉妒。但另外一方也一定要自觉，你知道对方给了你的信任，你就不要滥用这种信任，不顾对方的感受，迟早有一天对方会心灰意冷。所以我的态度完全不看好，就这样。爱情生活里面，嫉妒是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希望有爱的人能够珍惜，没有爱就坦坦白白地说我不再爱你，不要找其他的借口。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宝贝，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我们的回忆很多，我不相信你会忘记这些回忆。短短的60秒，我不能完全用这个语言能表达出来，我就希望你能不能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再考虑一下吧。都说了再考虑了，还那么忧伤干嘛？好歹比不搭理你好啊！谢谢两位，请回。唉，一对跨国的大学里面的恋人，走上社会之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来，请关门，请关门。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看到很多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对事物认知的问题，还有所谓的毕业就分手的问题，有太多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当然还是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
要飞，你放心吗？我没事，我放心，我相信他。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你放心他吗？我觉得吧，就是像我爷爷说的，现在的人为什么爱情都不能持久？因为现在我们东西坏了就换，但是以前他们的年代是坏了就要修。我觉得从他刚刚说的，我还相信他的。我希望以后我们真的有这个机会，真的要好好在一起。所以涂老师的那句话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嫉妒是应该的，信任也是应该的，不要让嫉妒泛滥，也不要滥用别人的信任，记住了吗，两位？记住。好了，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谢谢。恭喜你们获得了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精美的面膜。他们有一句广告语，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好，就是爱人之间送的话特别的好，叫给你想要的美，这特别重要，让别人感受到好才是好。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我有点感觉得到你不会离开我的，我相信我们的爱情，这个是我真正对你的爱。我会让你爸妈失望的。哎，别走！来，还有礼要送吗？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喊停好吗？来，开始，停。谢谢。需要多些体贴和耐心，好吗？好，请回。谢谢。